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想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汉先生、黄建豪委员、陈凤琴小姐。好，世足赛这个川普也介入哈。那他打电话给这个世足协会的主席啊 ，FIFA 的主席呢，要求他的前锋哦，说呢上次踩人家脚踝，然后被红牌出场，然后呢这个要主动的这个停赛1年，不参加哦。但是呢，今天跟比利时哈，那川普就打电话给 FIFA 主席，他跟他很好了。FIFA 主席去年哈还会颁一个奖给川普，叫做世界和平奖哦。川普是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吗？世足给你。哦，去年也是首创这个奖，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很好。后来呢，居然就说这个要这个缓刑1年啊，要缓刑1年。那川普也也承认，他的确要求重审。他说我不觉得有犯规，我那犯什么规呢？那我看了没有，这两个撞到而已，还不是故意踩他的啊。那结果引起欧洲非常大的愤怒，尤其比利时今天也很愤怒啊。那所以呢，这个川普今天关说，但是呢，他这个前锋今天也没进球。哦，然后这个比利时球员说，我们是用赢球来教训他们，哦，0-4好像哈。那另外4比1啊，4比1，就这个前锋没有进球了哈。那另外呢，川普介入啊，这个红牌案呢，所以世界杯啊，整个大家就很不爽，尤其欧洲非常不爽。其实这种足球赛哈，老美是打那个美式足球啦，就是我们比较像橄榄球。这种欧洲这种足球赛，在老美来讲也不是什么这个很热门的球赛啊，一般也都是欧洲在得啦，要不然就是什么中南美啊等等这些国家啊，并不是美国的运动啊。那但是呢，因为这是刚好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比嘛，3个地主国都没有入，现在都被淘汰了。所以《纽约时报》说，川普介入世界杯的红牌，所以美欧关系阴雨再现。哎呀，早就不好了啦啊！川普呢说把北约变成提款机。川普逼着这个欧盟呢，这些朋友呢拿1兆美元，一半是买美国的武器。他讲是说，你们要这个 GDP 多少，国防你们要自己顾，你们这个国防不要是靠美国的呢。然后叫人家增加以后呢，那武器哪里买呢？跟美国买。所以这边这1兆一半5000亿美元是买美国的武器。我们看一下。世足地主国美国淘汰比利时，以4比1击败美国晋级8强。比利时在开赛10分钟就闪电破网，还有一球是美国的门将弗里斯主动出击失误，被闯空门射门了。这场比赛美国前锋巴洛根本来不能出场，因为前一场吞了1张红牌 ，FIFA 撤销裁决，因为接到了川普电话。 But when they take your best player or just about, they have some great players, and they say you can't play. That's very unfair. FIFA's president, Gianni Infantino, overturned a red card over this play in the previous round. Now, the decision came not by any standard protocol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No. It came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called Infantino and asked him to review the call. It's a shame. It's bullshit. You can have a red card. You can cancel it anytime you want. 巴洛根突然可以上场了，赛前比利时球迷愤怒，美国自家球评也不以为然。If it was the other way round, if we were playing France and Macron had put the call in to get Mbappe, their best striker, ready to play, or Saudi Arabia or Qatar had done something. How would we feel? 白宫本来还打算采取法律行动 ，FIFA 主席因凡提诺也证实接到电话，但强调撤销红牌是根据事实。他跟川普私交甚笃也不是秘密。Over the past 2 years, Gianni Infantino has really assiduously worked his way, making a dozen visits to the White House. That's more than any state leader. Very good team. You know, they'll move on and they can say they beat the U.S. at full strength at home. 国务卿卢比欧果然还是铁口直断，美国队就算有了前锋巴洛根，最后还是1比4输给比利时。自此，美墨加地主3国全数淘汰。老沈怎么看？我觉得在川普总统这种恶贯满盈啊，罪行罄竹难书的。你还要去美国吗？是啊，你不最近要去了吗？对，你不怕被人家因为他对我怎么样，我马上明天就上《纽约时报》第1版头条了。好吧。我觉得在加今天这种丢脸的、非常荒谬的事情啊，其实这不算什么，这汉贼派代节电管一点点而已啦。对了，这个是不足我们讨论的。平常人讲，但是呢，幸亏他们也赢。你想，美国这种丑事发生以后，美国人好多人真的衷心希望不要赢，不能赢，觉得丢脸。哎呀，不能赢。
那我觉得美国队其实有人说他技巧不如人，其实他也赢不来，因为这个士气卖起了嘛。因为他士气小的时候，我怎么能赢呢？我赢胜之不武啊！就是一个不应该参赛的人在里头踢。那我如果赢了如果万一又球赢球又是他踢的，那我怎么交代？那干脆输了算了。所以幸亏4-1，而且那唯一的1分也不是这个前锋踢的，所以这个算是圆满落幕啊。川普多加了一桩罪行，也不算什么，这小事一桩嘛。所以反正你说美国人看不起足球，因为美国人不习惯。他们喜欢看美式足球，美式足球很像我们的橄榄球，那橄榄球又像英国的橄榄球，英国的足球，但是这些你看，在全世界的运动比赛里头，分量最重的这个才是足球，只是老美不承认而已。就好像劳动节，全世界都是5·1劳动节，你偏偏就不跟人家，你现在就拿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来领的劳动节，这谁看得起你？因为很多事情你就不应该是标新立异，制作一种不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这样有什么好光荣的呢？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情。现在川普在意的就期中选举，期中选举他又有一点拉扯了。川普今天为什么要搞这个足球赛的丑闻？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做了以后，起码讨好我 MAGA， 因为这是 MAGA 的一种这是美国伟大的，所以那些人已经再穷也没有关系，没有饭吃也没有关系，就是能够让我有一种光荣感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其实越来越少，但是最近好像有一点回头，所以很难讲。满凤欣。我是4年1次的被迫球迷因为我们家老公是非常非常爱足球的，他每一年其实欧洲足联的时候，他就是每天盯着电视看这个足球。我先讲一下这件事情重不重要？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极为重要，它是一个国际级的重大丑闻。就是刚刚讲的，因为足球呢，它在全世界，如果我们去计算球迷最多的运动比赛的话，足球才是全世界球迷最多的一个比赛。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FIFA， 重点是这个 FIFA 这个国际足总呢，它其实已经是非常多的这一些丑闻缠身不管是之前的贪腐啦等等的问题，所以 FIFA 的问题已经很多。这是空前的第一次红牌给出去还收回的因为这里面在所有的运动赛事上面，裁判的权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如果红牌给出去，在过去有没有曾经红牌给出去是判错的？有。那判错是什么呢？就惩罚裁判，但是红牌是不收回的，所以他可以惩罚裁判。这次他也没惩罚裁判所以他也不觉得他判错可是就把红牌给收回。那红牌为什么严重呢？其实一般来说，如果你犯规，而且是可能有伤害性的话，通常是递黄牌。他必须要证明说他有故意性，他可能是涉及到了故意，他才会发红牌。当场你出局，你就出场，然后呢，现场呢，你的队友就少一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打完全局，而且你下一场竞赛，这就是运动精神嘛。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其实严重？对川普恶行恶状，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都很清楚，但是对于球迷来说，不见得关心国际政治对于球迷来说，他看到了第一次的 dirty game， 第一次的肮脏的比赛，这当然是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讲，更是怀恨在心。这对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信用啦、信誉啦，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幸亏比利时这一次赢了。我也必须说，好，根据我们家球迷的说法是说，他其实本来有点担心，因为觉得比利时这一次在小组赛当中。因为他在小组赛当中就被认定一定是冠军的，因为他排名全球第9，他其实排名非常前面，然后红魔鬼军团，所以呢，他是有传统、有历史，只是说最近的气势没有再像2018、19年的时候那么样子的强，那时候是全世界排名第1。
那但是呢，他这一次呢，小组赛当中，他对上的球队都不算是很强，埃及啦、伊朗啦、纽西兰，结果他踢的算是普普通通。虽然最后当然还是小组冠军进，可是他只有1胜，2场是被踢平的，所以就想说，那比利时这一场会不会，那么可能裁判也有压力啦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大意失荆州？可我想反而是激起了比利时的士气。所以我今天虽然我没办法看球赛，但是呢，我一边主持节目，然后那边就一边看成绩进来，因为8点钟开始嘛，他其实开场之后大概是10分钟还10几分钟，他就进了第1球，然后上半场2-1，下半场再加上2分，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不是谁赢而已，我觉得关键点是 FIFA 创下了一个极大的恶例，而在全世界的运动迷前面，它展现了恶霸强权这件事情会有多么的肮脏。这件事情从球迷的角度来看，其实影响是重大的。好吧，这个反正哈，这个川普就是这样哈，这个脸皮厚哈，这个不知羞耻哈，这个什么事都敢做，就是他啊。那习近平，川普说，习近平9月24前后要到这个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因为联合国在纽约了，到美国访问。川普说，我特别为了他修建白宫的这个停机坪、直升机哦，而且宴会厅哦都是新的。他说几千人都想见他，花好几千万美金呢、哦，这个白宫停机坪花了2800万美金，所以呢，这个川普说哦，所以他当然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将习近平，我花这么多钱为你啊，你到时候不来啊？王毅前2天还打电话给这个他的国务卿。好像你这个说台湾呐、是红线呐、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卖武器啊，你要小心啊，似乎有那种威胁的味道。说你如果这样搞啊，搞到这个习近平就不去了，不帮你什么其中选举这个加持了，有这种味道了哈。那川普这边马上就说，我花那么多钱为了你，大家想见你，他说你不来吗？而且你讲过啊，9月24号以前要来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为川普自己的好大喜功。找一个正当性了，说我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哎呀，习近平要来啊，这个国外的政要要来啊，等等哈。所以呢，这个川普呢，这个说每个人都想见他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老共昨天在渤海。用潜舰发射洲际飞弹，当然是一个不是真的飞弹了啊。但是呢，是一个练习弹，射入太平洋。以前都往内陆射，这是往太平洋射哦。所以他们有几个，第一个就突破第1岛链了。什么意思哦？这边特别讲说，它这个有2次核打击的意涵。什么叫2次核打击？最早时候美苏强权都有核子弹，但是苏联呢，因为是共产国家，所以当时只要比如赫鲁雪夫，他这个头讲炸。美国就被炸垮了。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不能说炸就炸，可能还有国会乱七八糟一大堆或是被动才能够这个还击啊。那如果美国被从那炸垮了怎么办呢？放心，美国在各地还有基地，还有潜水艇，它可以上面都有核弹，它可以再把俄罗斯的核弹通通摧毁，把俄罗斯也摧毁，相互毁灭。所以当相互毁灭力量越大，真的发生核战的可能性越小那所以2次核打击这个意思。那原来2次核打击呢，要到深海里面，它就离你比较近嘛，到深海，它现在渤海就可以做，渤海是浅海最深只有80公尺，非常困难，但它可以做到，所以太平洋这些国家都很紧张那我们看它这个在渤海这么近靠近大陆就可以发出来，而且一个这个可以达到12000公里，一个达到13000公里，就可以达到美国本土了所以美国也很紧张那所以澳洲、菲律宾都轰说这是鲁莽恐吓我们，违背和平制海的理念这个和平制海。那但是呢，这个老共管你的，我就演习我的他说这个巨浪3可以攻击到美国的本土那台湾我们的总统府昨天也发表声明，也谴责那另外美国国务院说这叫不透明建制核武然后呢？说赶快来做一个限武的会谈大家来讨论核武不能这样发展，这样发展下去，将来怎么得了呢？
专家就说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提升了，因为呢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啊。那另外呢因为这个美国说中国用潜水艇射飞弹是核扩散，引起全球的不安所以呢专家说呢，他现在近期搭配巨浪3，这威力很大，可以打到美国本土那另外呢，去年有357天，一年不是356天吗？中国说去年的357天，钓鱼台几乎全时被他们覆盖，就他们随时在那边出巡，钓鱼台是他们这个无时无刻不加以覆盖。那今天是7.7事变纪念日了，所以大陆海警到赤尾屿驱离日本渔船。赤尾屿在哪里呢？钓鱼台这边，赤尾屿在这里。日本渔船把日本渔船赶走，叫做瑞宝湾所以大家有人觉得说，7.7事变那个时候卢沟桥事变大陆有意的。北约秘书长说，对中国不能够天真，你看他已经这个从潜舰射飞弹了那另外呢，这个中共他昨天突然发射，事先也没警告那说昨天是巨浪2飞行轨迹，它已经飞破7000公里不可以达到1万多公里了我们看一下。战略导弹从海面上窜起，直冲天际。这是6号大陆官媒主动释出的发射画面，落弹点就在太平洋的公海海域。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根据陆方公布资讯时间点，在7月6号12点01分，有一艘战略核潜艇发射一艘潜射战略飞弹到太平洋公海海域。虽然飞弹、潜舰型号皆未证实，但推估为094型的核潜舰，搭载巨浪3洲际飞弹可能的发射位置包括渤海湾、海南岛、鱼连基地，亦或是传出第一岛链自菲律宾海的西侧发射。中国大陆朝太平洋发射导弹飞弹，这部分我国都有掌握吗？除具军事意义洲际飞弹巨浪3射程达1万到1.2万公里，比2型多出4000公里。大陆6艘的094型核潜舰皆已换装，增加解放军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它主要目的就是要吓阻美国及其盟友就有技术的验证，达成战术的弹性，进而支持它的战略。而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发文公布导弹的发射路径，并表示这就是对印太地区的挑衅，引起了国际之间的恐慌。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国要克制，要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上。那我们呢会持续的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府方重申要用实力确保和平。国防部也表示，中共向太平洋发射飞弹，虽未经我国的防空识别区，但已经对区域和平稳定造成威胁。国防部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都在掌握之中。从这个事件来看的话，之前澳洲有一个 ABC 新闻网，它有公布它地点，他说他们推测是发射的落点大概落在图瓦鲁的经济海域附近。那换句话说，它如果能够从渤海射到图瓦鲁，它等于它已经越过了关岛。直线距离基本上可以达到夏威夷，那到底能不能射到美国本土？这一次是看不出来嘛。当然他们宣称可以，只是说这件事情的威慑力，就是说他要证明这件事他已经越过了，越到关岛，甚至达到夏威夷这样子的距离，他们已经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对于这个整个区域稳定是有很大的影响。那在事前呢，这个纽西兰也抗议嘛，就是说。他刚刚外交部有讲，他们中国外交部讲说我们有通知各国，但其实他的通知是非常临时通知，而且第一个是他提前几小时才通知，所以大家没办法做准备。第二个比较荒谬的是说，他通知日本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太空垃圾会坠落在你的附近的海域，会有这样子一个消息出现，结果。讲太空垃圾，结果事实上它是发射飞弹、发射导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周边国家，我想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突袭，而且造成一个区域稳定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共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克制。那回到台湾本身，其实我昨天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如果从渤海飞到图瓦鲁，有没有越过台湾本岛的上空？那如果假设有越过台湾的附近的话，我们的所谓的预警系统，或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简讯，这次怎么没有发出相关的警告？那这个是常态吗？如果未来中共每次射飞弹，如果越过我们的上空，不管它在太空还是上空，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收到相关的警告？是不是政府能第一时间让国人知道有相关的情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觉得除了抗议之外那这个事情其实它因为它涉及到整个区域稳定安全，也涉及到整个太平洋的问题，所以我们跟美国跟日本能不能建立对话，能不能建立相关的机制？就未来在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国防部都会出来讲说我们有掌握相关的状况。那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应变的方式？我们跟美军跟周边的盟国有没有什么联防的机制来处理这个事情呢？还是没有？还是我们就是抗议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未来，尤其看到他们已经射出这样的飞弹，它能够飞这么远，而且事前没有真的
坦白说，事前虽然号称有通知，但是事前我想各情报单位、各国并没有确实掌握到他会射这样的飞弹的时候，那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沟通联络管道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总统府才该跟国人交代的部分。我这个国家虽然抗议，我也在想啊，那如果早些通知你又怎样呢？你又怎么预防呢？我反正就发我的弹呢，你又怎样呢？哦，我就说躲吗？那躲到哪里去呢？躲到，所以我是觉得，哎，这当然各国现在很不爽啊。因为他觉得太平洋可能这个本来的平衡被破坏掉了哈，但我又在想说，真的告诉你说，我明天要发一个弹了，可能这些国家大概能做就抗议，说你不可以，你这样做的破坏我们的安全，但你又能怎样呢？来我看，国际上如果说真的要试射飞弹的话，哈，有一个海牙准则，它的全名叫做海牙反弹道飞弹扩散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你要顾及到。包含飞行，包含其他国家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应对。海牙准则是发射前24小时要告知你会行经的这个相关的国家。那观众朋友，因为刚刚这个建豪在讲，就是为什么吴钊燮他要 po 这个照片的原因哈，我观众朋友再看一下哈，他是从这个地方直接打到这个就是中间有关岛嘛哈，在土瓦鲁跟这个诺鲁这附近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几个友邦，那这个是 Marshall Island， 他这样整个打过来。现在几个点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发射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关岛基地在这边，下面是澳洲。美国跟澳洲有没有被通知？有2个小时。那我刚刚讲海牙准则是24小时，所以他说，当美国跟澳洲讲说你的时间太短了，违反准则。其二，他告诉你发射，那包含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张进这个舰长，他会讲说，是不是哑弹等等讯息，他不会给你太多。可是大家就在想说，他到底是巨浪3还是巨浪2？那现在目前以这张照片跟我们国安会秘书长公布照片啊，好，国安秘书长他就告诉你说他这样飞过去，那就没有经过我们台湾的上空，好，这是其二。如果是渤海的话就有可能，好，那渤海当然你以距离来讲的话，当然我们被夹在中间应该都不会啦，只是说你有没有侦测，国安单位没有讲太清楚。其三，那巨浪2的话是7000公里到9000公里。那巨浪3的话可以达到12000公里，那就是我不需要在这个船舰离可能在夏威夷周边，然后往外打到美国的西岸，它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打到你的本土了。所以巨浪3跟巨浪2当然有其差别，可是这次看起来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跟大家讲说，应该是巨浪2。所以刚刚所讲的几个点呢，中国大陆证明它的这个就是军事的武力的实力，那当然也会带来周边国家的感到的不安，因为它的发布时间太短了。这是中国大陆部分，美国部分我 echo 一下这个凤馨姐，显然她是有看球的。那观众朋友，我简单讲了因为这件事情茲事体大。才刚刚点燃那个火苗，英格兰现在目前正在想说，那我们要不要也打电话？英格兰的明星球员，对，他在跟墨西哥比赛的时候有一球，观众朋友，我这边不多讲因为大家不一定都有看足球，很简单，你有时候发现说足球动作那么粗鲁，为什么没有犯规？有时候为什么被黄牌？有时候为什么红牌？你是针对球，你不能针对人，没错。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前锋巴拉杠，他是直接在球的后面，球人，然后他在后面，他直接铲过去以后把别人脚踝给踩伤了。你根本就不可能踩到球。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已经有 VAR check， 他会用电脑判断说他算不算有可能犯规，他会不会罚，他会不会黄牌或红牌。所以现场裁判看了以后，然后球员抗议以后，他去调画面来看，看完以后证明你是红牌，所以当场他出场以后，他不能出赛。这个就是铁则，全世界谁都一样，因为英格兰的明星球员也是一样啊。上一场这个就是他也一样，宽萨也是现在被处罚，他下一场不能出赛。那美国出赛了，现在一个人讲说，那我们也要出赛，因为那个宽萨他的那个情节非常的难判断，他是先碰到球再踩到人家的小腿，也被红牌。好，那这个东西我不多讲，我的意思是说，川普总统他不受规矩规范，他打了电话去叫国际这个足总 FIFA 给他开这个特例，可是这会造成美国，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它会造成美国跟欧洲国家继上次北约的相关的这些国防的防务的旗舰之后，这一次是引发欧洲的民众看足球人讲说，你川普少来这套，所以我觉得这个纷争就是美欧之间的这个对立可能会更加升高，就因为川普打了这通电话，政治干预体育。川普根本不在乎，他就是这样的人，随便你，他根本不在乎。休息一下再回来。